养生侃侃而谈，健康如约而至。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。神经衰弱是现在很多人都有的一个精神问题。那对于神经衰弱，我们平时应该注意什么呢？木子来跟大家聊聊。第一个是调整饮食，多吃像红枣、桂圆、核桃这类食物，能够帮助我们缓解疲劳，也能够辅助治疗神经衰弱。第二个是改善睡眠，神经衰弱是会引起失眠的，所以我们就要改善睡眠。像睡前我们可以喝点牛奶、泡泡脚，然后改变一下卧室的风格，尽量呢让卧室显得舒服一些，对睡眠也会有帮助。第三个呢是避免刺激，无论是学习还是工作等方面的刺激，对于神经衰弱都不利，所以我们要尽量避免对于神经造成刺激的事物。第四个是对症治疗，对于有神经衰弱的人来说，对症治疗是非常重要的，这样才能帮我们更快的恢复健康。那以上就是神经衰弱需要注意的地方了，只有进行正确的调理，才能避免更严重的神经疾病发生哦。我们印象中生姜只是一种调味品，其实生姜还有很多好处，你不知道。如果睡觉前将生姜贴在肚脐上，用不了多久，身体会出现几人变化哦。第一个，调理肠胃功能。很多人肠胃不好，那就可以在睡觉前将生姜贴在肚脐上，不仅可以调理肠胃，还有缓解便秘的效果。第二个，驱散寒气。有些人体内寒气湿气过重，经常会有手脚冰凉的情况，女性还会出现痛经，那这时就可以用生姜敷肚脐，有助去除寒气，有很好的暖宫散寒的作用。第三个，保护肝脏。生姜中含有大量的生姜姜油，有很好的保护肝脏的作用，所以睡前将生姜贴在肚脐上，可以预防肝脏受到伤害。说千寒易除，一湿难去。生活中很多人肥胖，感觉没精神，其实就可能是体内有湿气了。那今天教大家一个小方法，可以帮助排出湿气。这个方法就是按我们身上的一个地方，那这个地方就是后膝窝中点的委中穴。委中穴是身体的排湿口，委中属足太阳膀胱经，膀胱经呢又是人体最大的排湿通道。我们按摩时可以将手握成空掌，然后拍打这里，每次拍打5到10分钟，力度适中。那经常拍一拍，能有效的赶走体内湿气，并且对缓解小腿酸痛也有很好的效果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，欢迎收看侃侃养生。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血压控制不简单，这3个误区要注意，或许对降血压有帮助。血压如果一直比较高，那对身体健康危害是非常大的。通常我们都是通过降压药来平稳血压的，但是想要控制血压并不简单。下面这3个误区要避免，或许对降血压有帮助。第一个误区，血压高只吃药就行。当血压高时是需要吃降压药的，但是不要以为只要按时服药就可以。其实呢，重要的还是要养成好的生活习惯，这样对稳定血压有帮助。第二个误区，高血压刚开始不需要用好药。很多人有高血压，认为刚开始的时候用点降压药就行，不需要用太好的。其实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，因为好的药不仅效果会好点，而且副作用也会比较小。第三个误区，没有感觉就没有问题。有高血压的，当血压升高时，很多人呢会有头晕、头痛的情况，但是也有些人会没有反应，所以不要以为没有感觉就没有问题。当血压升高时，一定要及时用药。那有高血压的朋友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，血压升高时一定要正确用药，尽量别踩这3个误区，要不然可能会影响到血压的控制。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或者是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分享出来。养生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滋养调理，同样也是内心的一种修养。很多中老年朋友会有经常睡不着觉，总觉得头晕头痛的问题。那今天教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，可以将2物塞进枕头里，有舒筋通络的作用。这2物就是决明子和残沙。决明子应该很多人熟悉，决明子主要含有维生素 A、大黄素、决明素等物质，具有舒筋通络、清肝明目的功效。将它放入枕头里，枕着睡觉，可以使经络气血畅通，能保护脑血管，帮助改善睡眠和头晕头痛的问题。
残沙是家蚕的干燥粪便，可以入药，有很好的祛风除湿、安神醒脑的作用。那枕头里放点残沙也能够帮助保护大脑、改善睡眠。长期使用的话，可以帮助疏通头颈部的气血和经络哦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，欢迎收看侃侃养生。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血管堵没堵，血液稠不稠，身体会给出3个信号。血管是我们人体血液运输的管道，如果出现堵塞的情况，就会引起很多不适症状。所以预防血管堵塞，防止血液粘稠很重要。想要知道血管有没有问题，看看身体的3个表现。若没有出现，或许血管还通畅。第一个，早上起来无力，没有精神。本来早上应该是一天状态最好的时候，那经过一晚上的休息，也是精神十足。但如果出现头晕、脑袋昏昏沉沉的情况，就要小心了。第二个，经常胸闷气短。如果血液粘稠，血管有堵塞的情况，那么也会出现胸闷气短的情况。主要呢是因为血液流动变慢，影响到了心脏功能，便出现了这种情况。第三个，下蹲时上不来气儿。下蹲这个动作也可以测试你血液稠不稠，血管堵没堵。如果血液粘稠度高，那么在下蹲的时候就会出现上不来气儿的情况，因为下蹲的时候回流到我们心脏的血液会减少。如果血液粘稠，血液流动就慢，这样就容易导致氧气和二氧化碳不能够正常的交换，所以就很容易上不来气儿。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或者是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分享出来。养生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滋养调理，同样也是内心的一种修养。聊养生，送健康，木子带你一起科学养生。欢迎收看本期内容。现在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，近视的越来越多了。那么有人就会有疑惑，近视多少度才能戴眼镜呢？眼睛近视了该怎么办呢？其实如果只是假性近视，是不需要戴眼镜的。很多人会因为学习和工作的原因，长时间的用眼睛，出现短期的视力下降。这只要让眼睛适当的休息，视力是可以恢复正常的。但如果是真性近视，就需要戴眼镜了。而不同程度的近视，需要戴眼镜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。一般中度以下，也就是300度以下的近视，是不用一直戴眼镜的。而中度以上的近视，建议大家要一直戴眼镜。因为中度以上的近视，看东西已经很费劲了。那眼睛近视该怎么办呢？下面教大家一个小方法，有助提升视力。这个方法就是多转动眼睛。当工作时间长了，我们就可以停下来转一转眼睛，双手托住下巴，让眼球上下左右的转动10次，然后再顺时针、逆时针各转动10次。这样有助恢复眼睛的聚焦能力，对改善视力有帮助。只要每天坚持做，相信视力会慢慢恢复一些的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或者是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养生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滋养调理，同样也是内心的一种修养。希望大家可以坚持下去。我们下期再见。